一起读知更鸟第6集。For reasons unfathomable to the most experienced prophets in Macomb County, autumn turned to winter that year. 这一年秋天不知为什么过渡到了冬天，连梅克姆最资深的预言家都琢磨不透。这句单看好像莫名其妙，秋天完了不就该是冬天吗？但他们那个地方不是这样的。下一章有一段有过交代。There are no clearly defined seasons in South Alabama. 南阿拉巴马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往往是一个漫长的秋季之后就是春夏了，所以今年显得很特别。而且这个冬天格外寒冷，有2个星期是1885年以来最冷的。We had 2 weeks of the coldest weather since 1885, Atticus said. 划重点。Unfathomable, 不可理解的，这是个应该记住的词。它并不生僻，虽然调性正经书面，但使用频率相当高，因为它很多时候有不可替代的效果。我们对比一下同义词 incomprehensible， 它俩的词义都是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但用的时候就有区别了。比如一个人说话口音太重，很难听懂，可以说他的口音 incomprehensible， 合同的条款太难懂 incomprehensible， 但这些呢就不适合用 unfathomable， 因为 unfathomable 在难以理解的背后还带有深奥甚至神秘的意思，所以实际往往用 unfathomable 来形容高深莫测的情形。Scarlet Witch is a being of unfathomable magic.Unfathomable magic。 另外这个秋天，我以前在主妇宝藏的课里面提到过， fall 是美式英语常用的秋天，英式主要用 autumn， 但有些时候美国人也用 autumn， 尤其是需要显得讲究一些，比如诗意抒情的语境。今天这句就是典型。然后一天早上醒来， Scout 突然被窗外的景象给吓到了，他大喊世界末日来临了。 The world's ending, Atticus. Please do something.I dragged him to the window and pointed. 他把父亲拉到窗前看。No, it's not, he said. It's snowing. 原来他不认识雪，不光他没见过，父亲和哥哥也没见过雪，虽然他们知道。随后他们要接到电话通知，鉴于自1885年以来梅科姆镇从没下过雪，今天学校停课1天。As it has not snowed in Macomb County since 1885. 今天学校停课1天。怎么说呢？自己先想想，然后我们再看。There will be no school today. 这个重点呢是要习惯用there be句型，虽然中文主语是学校，但英语不一定。因为不用上学了呢， Jam 就带着 Scout 在院子里面堆雪人。不过因为雪量太少了， Jam 不得不掺入了大量的土，所以雪人一开始看上去是黑色的。Jam, I ain't never heard of a nigger snowman, I said.我从没听说过还有黑雪人。He won't be black long, he grunted. 这里这个敏感词从 Scout 嘴里说出来，对当代读者来说还是蛮震撼的。在美国也总有人拿这个说事儿，抨击这本书里面这类的用词。可是小说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环境就是如此，你不表现邪恶，又怎么能批判邪恶呢？那最终呢 ，Jam 完成了他的大作，一个大肚子的雪人。跟他以往的创作一样，这个雪人也是以邻居为原型，住在斜对面的 Mr. Avery。Gradually, Mr. Avery turned white. 给黑雪人抹上雪之后呢，艾弗里先生逐渐就变白了。Using bits of wood for eyes, nose, mouth, and buttons, Jam succeeded in making Mr. Avery look cross. 杰姆成功的让艾弗里先生呈现出怒气冲冲的样子。因为这位胖邻居经常批评他们俩淘气。白天的欢乐结束之后呢，没想到夜里悲剧发生了。Scout 半夜被父亲叫醒，他一开始迷迷瞪瞪，但很快就意识到了。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finally got through to me. 我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妙。Got through to me 是成功的令我了解了的意思。这个反向的意识到的表达值得学习。情况是呢，外面着火了。他问是谁家 ？Whose is it? Miss Maudie's, hon, said Atticus gently. 根据后文莫迪小姐的回忆，因为天太冷了，她睡前留了火给她的盆栽保暖，可能是因为这个失火了。Scout 穿好衣服后呢，
父亲让他俩到拉德利家门前去站着，不要挡路。Go down and stand in front of the rowdy place. Keep out of the way, do you hear? See which way the wind's blowing. 让他们去那里是因为风向啊，那里比较安全。这里我们有必要看看他们这个社区的布局了。我找了个图，图上方呢是县城的中心，前文提到过的广场、政府大楼、邮局，还有 Atticus 的律所都在这里。从广场出来的一条路就是他们居住的社区。芬奇家的对面就是莫蒂小姐家，芬奇家两侧分别是史蒂芬妮家以及 Miss Rachel， 也就是Dill的姑妈家。拉德利家在图的右下角。接着从 Scout 的视角描写了很多救火的过程。The men of Maycomb, in all degrees of dress and undress, took furniture from Miss Maudie's house to a yard across the street. 梅克姆的男人们有的穿戴整齐，有的衣不蔽体，从莫迪小姐家往街对面的院子里搬家具。I saw Atticus carrying Miss Maudie's heavy oak rocking chair, and thought it sensible of him to say what she valued most. Scout 看见父亲把莫迪小姐那张沉重的橡木摇椅搬了出来，他觉得父亲的举动很明智，因为那个椅子是莫迪小姐最珍爱的东西。前文我们看过的莫迪小姐跟 Scout 的对话，就是坐在门廊上的这个摇椅里进行的。这个 sensible 显然是出自 sense， 我们都学过是感觉，但这个词呢，在过去常常表示理性、道理、智力、见识，这些听起来跟感觉正好相反的意思。这些意思直到知更鸟的那个年代的书里面仍然常见，像前面咱们第4期里面读到的那句 No one with a grain of sense trusted in Miss Stephanie， 就是这个 sense。 但如今这类含义的 sense 相对很少单独用了，而是沉淀在一些常用的词组和固定表达里面，像 make sense 合理， talk sense 讲理， common sense 常理，还有像 come to your senses 恢复理智等等。那 sensible 这个形容词取的也是 sense 的这个理的意思，理智的、明智的，是基于逻辑而不是凭感觉的。The only sensible way to live in this world is without rules. The only sensible way to live in this world is without rules. And tonight you're gonna break your one rule. 然后随着火势扩大，人们已经无法继续抢救家具了，大火完全吞噬了莫迪小姐的房子，而且有向芬奇家蔓延的趋势。Scout 很担心，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东西却令人意外。That book, I said. What? Said Jem. That Tom Swift book. It ain't mine. It's Dill's. 不过 Jem 告诉他呢，不用担心，因为他们看见父亲很淡定。Atticus 双手插兜，仿佛在看球赛一样。He might have been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 Why ain't he on top of one of the houses? Scott 问父亲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到房顶上去。杰姆说 He's too old. He'd break his neck. 他太老了，会摔断脖子的。这个算是一个小伏笔，在孩子眼里 Atticus 一直是有点老了不中用了的形象，但后面发生的一些事儿呢，会令他们大跌眼镜。而一个更近的伏笔是在这里插入了两兄妹看救火时候的状态，越来越冷，因为他们离火比较远，到后来就冷得抱着肩膀原地跳才行。这个伏笔的作用一会儿就会揭晓。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火才灭了，莫迪小姐的房子已经烧成了废墟。两个人来到父亲和莫迪小姐身边。Miss Maudie was staring at a smoking black hole in her yard, and Atticus shook his head to tell us she did not want to talk. 莫迪小姐望着院子里那个冒烟的黑窟窿发呆，阿迪克斯摇摇头，示意我们他不想说话。他说莫迪小姐这段时间会暂住在史蒂芬妮小姐家。然后等他们回到家呢，父亲突然盯着女儿说，我不是让你们站在那儿不要乱动吗？ Scout 说我们没动啊。父亲说 Then whose blanket is that? Blanket? Yes, ma'am, blanket. It isn't ours. 原来 Scout 身上披了一条毯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杰姆也感到困惑，他说明明看见 Mr. Nathan 在前面救火呢，而老拉德利太太这会儿也已经去世了。这一章开头有过交代。Atticus 听完之后呢，慢慢露出了笑容，说今天晚上看来梅克姆所有的人都出动了，不管是以什么方式。Looks like all of Maycomb was out tonight, in one way or another. 然后 Atticus 就准备把毯子包一包去归还，但没想到杰姆刹不住车了，他像疯了一样把他们的秘密一股脑都倒了出来，包括树洞啊、裤子的事啊等等。
而且激动的有点语无伦次，至少在 Scout 听来有点莫名其妙。Mr. Nathan put cement in our tree, Atticus, and he did it to stop us finding things. He's crazy, I reckon, like they say. But Atticus, I swear to God, he ain't ever harmed us. He ain't ever hurt us. He could have cut my throat from ear to ear that night, but he tried to mend my pants instead. He ain't ever hurt us, Atticus. 他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确实有点乱。这里面第一个 he 显然是指 Mr. Nathan， 但第二个 he 就开始莫名其妙了。按说也应该是 Nathan， 但意思又不对，搞得 Scout 没明白他指的是谁。但是 Atticus 说 Jam 你说的对，毯子呢我们就不还了，我们保守这个秘密。也许将来有一天 Scout 可以对他说声谢谢。Someday maybe Scout can thank him for covering her up. Thank who? I asked. Boo Radley. You were so busy looking at the fire, you didn't know it when he put a blanket around you. 你光顾着看火了，没发现怪人拉德利把毯子披在了你身上。这里的这句 Someday Scout can thank him for covering her up 是个对小说结尾高潮情节的伏笔。短语 cover someone up 字面上是把某人盖住，比喻意则是保护某人。今天这段的情节对应呢更偏字面意，结尾高潮的那段呢则是对应比喻意。今天的这个第8章在整本书里边算是个分水岭，之前的基调大体是温情脉脉的，这场大火给故事蒙上了一层阴影，再往后的情节冲突就逐渐加重了，同时怪人拉德利的戏份也随着这个小高潮暂时告一段落了。下一章故事的主线开始转向第二个重要人物 Tom Robinson， 我们在下期再一起看。